在这个星球上，曾存在许多人类已知与未知的文明，他们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进步与进化。文明的毁灭与诞生是这游戏的一部分。如今，人类又快走到文明的关键点，极端气候的发生、AI 的快速发展、人口结构的改变，人类面对的只是更大游戏的一小部分。人类已逐步走向一的法则的进化版本。看看那些渐渐只剩空壳的宗教组织，那些渐渐觉醒却不知所措的人们。然而，有些真理与修炼如琥珀被保留了下来，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觉醒者。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阿吴。这集开始进入庄子那篇的第一篇《逍遥游》，相信大家以前都读过。北冥有鱼，其名谓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谓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逍遥游是庄子修行境界的体现，文辞优美玄幻。千年来大概少有人真懂庄子的境界，庄子大大也知道，所以首篇在逍遥游里就说明了，蝉和斑鸠不懂大鹏的团扶摇而上者9万里，甚至还讥笑大鹏飞，那么高没什么意。庄子还说，小只比不上大只，寿命短比不上寿命长的，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昭君白天就死，不知道有夜晚；寒蝉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，不知道有春秋季节。这就是小年，小年的生物怎么懂得灵龟，以8000年为一个季节的大年呢？在这篇逍遥游里，不管是鸟类飞的高度，还是生物能活的生命时间长度，庄子描述的这些都是隐喻。这里其实说的是修行的程度，翻过了几座山，到了一定的境地，证得了阴阳奥义，超脱了生死，体验了天地与自己融合的极乐后，山下的人类是无法理解和想象的。这篇说的是庄子大大的逍遥境界，岂是世俗的凡人可理解的？岂是人们拿着庄子的书读读就能领略一二的呢？别傻了孩子，小麻雀怎能知道大鹏的视野与自由呢？如果你悟了道，能量也觉醒了，你的心里就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明显不同于周遭的人们。这种差别可以说是到了物种不同的程度，比如小鸟与大鹏，小鱼与鲸鱼，比如猴子与人类。这里并没有鄙视与骄傲的意思，纯粹只是描述事实，所以庄子在逍遥游中的比喻简直不要太中肯。好在，虽然看似不同物种，虽然毛毛虫和蝴蝶看似不同，但经过蛹的蜕变，依然可以翩翩起舞。人的精神与灵性也是可以转化与蜕变的，不然各菩萨们为何留下各种路标呢？不然琥珀神秘学院为何要开课？不然阿吴为何要在这里？虽然大部分地球人的蜕变是缓慢与长期停滞的，但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小鸟化为大鹏的案例，虽然蜕变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。阿吴坦白说，不是说你多努力这一世就可以成蛹，就可以羽化，就可以悟道，因为在生命的长河中，每个小灵魂的步调和进度都不尽相同。但阿吴跟你说，如果你看到琥珀这个视频，对此有点兴趣，愿意多听听的人，多少都是有些天分的。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对修行感兴趣，对修炼感兴趣的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对正法有所感应。所以各位在荧幕前的同学，相对其他人们，你们都是潜力股，是有机会蜕变的人们。
庄子也知道人们是有可能在精神与灵性蜕变的，所以在后续的篇章里，他也以自己独特潇洒的风格，以许多故事解说他对道的领悟给大家。最高明的灵性教导总是善用比喻与故事的，因为道无法直接说明，如果要用人类的文字语言来讲解，利用故事、寓言、譬喻等，人类还可以从中领会一些。但错误解读这些经文与故事的人的也不少，解读错误衍生成许多人类灾难的也很多，但至少这些大师都尽力了，人类要怎么读，这些菩萨大师们也管不着了。所以就需要有阿吴这样的人来帮大家解读喽。首先要明白老子与庄子，就要从他们强调的无这个字开始认识。即使你只是字面的初步了解，只是用理性的头脑正确认识老庄所说的无，那么对于道家正统的经典，你就可以稍微领略一二了。所以无这个字的了解与领悟是整个道家的重点。可以说学到不懂无等于游泳不会换气，学再多再久也是白搭，白忙一场。可见世人瞎眼修道多如牛毛，而成者少如菱角。这样说大家会不会觉得阿吴太严格了呢？很多人都对无这个字解释错误或无法领略，以至于对老庄常提到的无畏、无己、无功、无名等等的词汇带有偏见或乱用一通，甚至取笑。他们会说无畏，那就什么事都不用做了。他们把无畏和现代流行的躺平的搞混，这就是逍遥游里一开始小鸟笑大鹏一样，这是何等的无知啊！但无知的人通常不知道自己无知，大鹏才懒得跟你解释呢，他逍遥自己的，他知道再怎么说小鸟也不会懂的，除非小鸟也化为大鹏，到了那天他才会明白那是什么境界。所以阿吴也很懒得讲，但是谁叫我今天站在这里了呢？而且我叫阿吴来和各位同学解释无也是挺有趣的，因为阿吴这个名字就是由老子庄子所说的无幻化过来的，所以由无来解释无似乎是完美的剧情，似乎是注定要发生的事。这么一说，好啦，我就顺应这个安排吧。解释完了，你们应该就更懂阿吴喽。我要开始自我介绍喽。前面说无这个字是贯穿了整个正统道家的精髓，但是千万不要从字面去理解它。无不是从字面上解释的那样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像佛家讲的悟空，所谓的空也不是字面上那样什么都没有。那么佛家说的悟空的空，就是道家说的无畏的无吗？不是。佛家所说悟到空性后还要悟后起修，也就是悟到空性后还要继续精进，去领略万事万物，而万事万物的原型就是所谓的气、灵能、普拉纳、昆达里尼或魔法。而上述所谓的灵气，相较于空这个字，我们就叫它有。所以悟空后起修，就是要去领会与开通自身的能量与天地之气共鸣互相融合，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若达到这个境界，就是所谓空有不二，也就是领悟到空性与天地间的灵能之间的关系，而这个空有不二的境界，就是道家说的无这个字。所以无是空与有，无是一个融合与包容，它是宇宙本身，它就是万事万物，它是那个最古老的元神。当你悟到这个境界，并与之融合，那么你的外在行为一切都没关系了。你可以在无里面做很多事，叫无为而无不为，也可以在无里面什么都不做，叫寂静融于空无。不管做很多事或什么都不做，这都不会影响那无本身，因为它是一种包容万事万物的状态。你要入世或出世都没有关系。
这就是无，在地球上，那是很少人能到达的地方，但是却隐藏在全人类深层的共同记忆里，所以人们虽不懂，却在内心深处向往之。你要嬉笑怒骂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以太极来说，无不是阴也不是阳，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，它是融合阴与阳的外面那个圆圈，又称无极，所以可以说无就是道。我知道大家听得一头雾水，但这并不是理论。阿吴讲课时旁边可没有一堆参考的书籍，这是阿吴亲自实证而得来的知，这个知也不在我的脑袋里，就是自然就知道了，不费什么力气，不用头脑去想。我要想的就是怎么把这个知用人类的语言模型表达出来而已。阿吴已经自我介绍完了，这样你有更了解吴了吗？别担心，接下来的庄子介绍，我还会一再用各种具体的举例与故事来和大家一再说明。毕竟，整个老子庄子就是在说无嘛。逍遥游一开始叙述鲲变成鹏，团扶摇而上的描述，这是指一个人的能量觉醒，从海底轮一路冲破顶轮的过程。最后海运则将喜于南冥，南冥者，天池也，是鲲的时候，只是高能量觉醒。海相对于天，是在地上，在人体，而海运的运就写得非常传神，因为身体上的能量流动确实如水那般，运如气的流动。在昆达里尼能量觉醒时，你确实可以利用观想与呼吸控制气在身上流动或集中在某个部位。南冥只突破了顶轮融入头顶的虚空，到达了天池，与天地能量融为一体，此谓天人合一。然而，这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吗？毛毛虫变成蝴蝶，这种质的蜕变，在破茧而出的那一刻，像是瞬间的转变。但庄子说，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覆大舟也无力。修行确实需要长期的累积与练习，但要注意的是，真理与道并不需要你去练去修，你需要练的是去除杂质，转化杂质，那些头脑根深蒂固思想与观念挡在你与真理之间，那才是你修行时的重点，是去除那些杂乱的头脑思想与制约。好了，这一堂课我们先到这里。关于无的领略与介绍，记得要反复的观看本视频阿无的说明，这是对于了解老庄和自我修行的重要观念。而且阿无敢说，这是近代最清楚明白介绍道家无是什么的影片了，这是好几百年才会出现的机会。毕竟琥珀神秘学院可是不会常常开课的，有缘人再不支持就说不过去了。先降，下课，拜拜。